大家好，我是龚一鸣，又见面了。之前几期说了 Starship 各方面的创新，那么多创新同时用于一个产品，风险极高，在开发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流程和管理方法。在历史上有大量创新但因为没有做好管理而失败的产品不计其数。传统的航空航天领域以及其他大型项目有且只有一个管理方法，那就是瀑布模型。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计划，得到需求文档，长时间的设计，得到设计文档，然后再根据设计文档进行实现，之后验证和测试。走完这个步骤之前，没有任何结果可用，需求也不能做任何修改，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在最后的产品上，测试失败就得大量返工。这个方法虽然看似稳妥，实际上风险非常高，效率也非常低。瀑布模型总是想着一开始就把会遇到的所有问题都考虑到，结果不但需要花大量时间考虑几乎不可能遇到的问题，而且往往只是把问题积累到最后一下爆发出来。更要命的是，在实现过程中一些随机应变的修改被认为只是笔记而不放入文档，最后这部分信息就此丢失。土星5号的 F1 引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无法再次建造。软件业从90年代开始就往敏捷方法的路子上转，逐步建立起测试驱动的原型迭代法。这个方法被马斯克反向引入传统领域，在特斯拉和 SpaceX 都用。在原型迭代法里，整个产品被分成无数的小版本，一步一步迭代达到目标。每一次迭代的计划和设计时间非常短，也不需要只通过文档交流。先确定了这次迭代的输出需要有哪些目标，设计针对这些目标的测试，然后实现。每次迭代完成之后，都有个可以使用的产品，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下一次迭代。我们可以来看看 Starship 的前几次迭代。一开始只做了储罐，用来测试到底能承受多大压力。TT1 到 7.1 bar 之后爆炸， TT2 成功提升到 7.5 bar 之后极限加压到 8.5 bar 的时候爆炸。SN1 因为底部设计错误，在加压测试的时候炸飞了。SN2 回到测试主观的目的，完成加压测试之后退役。SN3 开始低温加压测试，结果甲烷储罐压塌了下方的结构，被摧毁。SN4 低温加压没问题了，静态点火的时候甲烷泄漏，爆炸摧毁。SN5 和 SN6 静态点火成功，并进行了150米的低空飞行。SN7 也是个测试储罐，换成 304L 不锈钢，加压到 7.6 bar 后爆炸。SN7.2 进一步把不锈钢厚度减少到3毫米。SN8 舰体已经基本完整，进行了 12.5 公里的高空飞行测试。引擎重新点火的时候可以看到绿色的火焰，表明实际上燃烧的不光是甲烷，还有铜制的管道，因此降落失败，爆炸。SN9 解决了管道燃烧的问题，但2台引擎点火的时候一台失败了，造成下降速度太快，着地姿势不对，爆炸。SN10 为了防止同样的错误，改成点燃3个引擎 ，flip 后关掉2个，但引擎还是不稳定，如果储罐压力不够就会失效，所以 SpaceX 在储罐里加了氦气提升压力，结果氦气意外被吸入引擎，造成推力不足，下降速度太快，虽然落地了，但着地的时候底部受到冲击破裂，8分钟后爆炸。SN11 还是有引擎稳定性的问题，在重启引擎的时候凌空爆炸。SN15 用了改进版的引擎 Raptor 1.5， 解决了稳定性的问题，终于一次成功。后来的 S20 和 B4 做了很多地面测试，但 FAA 一直用环境评测还没完成为由，不允许发射，拖了大半年。S24 和 B7 这2个用新一代猛禽引擎的迭代已经完成，就把 S20 和 B4 直接退役。现在 B7 又出了燃料意外爆炸的事情，推回工厂进行检测和维修之后，又在8月5号推到发射台。现在 B7 和 S24 都经过了一部分静态测试，看起来又能继续往下进行。实际上这里 SpaceX 还是用 IT 业常用的做法，压力测试，只是他们做的压力大是真的压力大，爆炸是真的爆炸。当外界说 SpaceX 老炸的时候，马斯克说他们的方法就是测试到爆炸，爆炸是开发流程里的一步。我发现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 SpaceX 经常在第一次迭代就做了一个尽可能完整的产品，如果炸了，再回头一部分一部分做踏实。比如 Mk1
内外都基本完整，测试中炸了，发现设计错误，于是回到单个储罐，并一步步迭代，直到 SN8 才再次完整。Booster 也是这样，现在 S24 加 B7 打算一步到位做轨道测试，成了就成了，炸了就老老实实从低空测试做起。Jarvis, sometimes you gotta run before you can walk. 可以看作是先定了一个阶段性目标，没达到就进一步细化成多个迭代。当然，快速迭代是要有前提的，那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成本。Ship 的造价是200万美元，建造一个只要几个月，2年时间迭代了10几次。相比之下 ，SLS 的造价超过20亿美元，建造一个花了10年，完全不敢迭代，只能用瀑布模型非常仔细的验证之后才敢实验。不过即便成本低，要完成的目标很多，也没办法经受住总是做实体来实验。在此之前会需要大量的模拟 ，SpaceX 用 GPU 通用计算的方法做大量模拟，解决了引擎的气流和舰体空气动力学的问题，有把握了才进行实体实验，也因此节省了很多时间和成本。对这部分感兴趣的朋友，可以看我之前的上帝视角看 GPU 系列。从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破坏式创新原则5：大量创新同时放入一个产品的时候，需要好的开发流程。瀑布模型是无论如何不行的，测试驱动的原型迭代法是个好的选择。抽象上来说，新产品的开发可以看成搭建一个 graph， 并填充上面的每个节点。瀑布模型是搭好 graph 后不再改变，然后填充一个一个节点。即便在填充节点的过程中发现了更好的 graph 拓扑，也不能改变。结果经常所有新功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大版本里，小错误之间相互影响，造成雪崩式的失败。原型迭代法的每一次迭代，要么是给 graph 增加一个新的节点，要么添加一个新的拓扑连接，要么把已有的节点更新成更好的。每次迭代集中在有限的小修改上，出问题也会比较小，也比较容易发现和修复。那么有的人会问，快速迭代会不会造成短视，只看到下一次迭代要什么，而不考虑更远的地方有什么情况？实际上，更远的并不重要，甚至应该抵制。考虑那些只会降低效率，最终导致失败。创新的工作做的是没人做过的事情。首先，在这里你并不知道长远的目标在哪里，只能走一步探索一步。需要的是对目标的大致方向有个感觉，但不需要知道从现在如何到达目标。其次，提前预测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困难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在迭代的过程中，可能自然而然就走了一条不会遇到那些困难的路线。与其总是考虑提前预测，还不如知道如何从现在走到下一步，以及在每一步如何计算与目标在拓扑上的距离。注意，我强调的是拓扑上的距离，不是直线距离。只要在几次迭代之内能达到一个阶段性的目标，就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。这就涉及到如何管理开发流程的问题。在现实中，对方向的良好判断往往能节省很多时间，而且很多判断只是根据经验产生的直觉，并不知道为什么。如果管理者对一个技术领域非常熟悉，并能快速地把经验转移到其他领域，一眼就能通过逻辑排除掉错误的东西，对整个团队方向的把控会很有帮助。原型迭代法不但是一个不同的做事方式，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思维方式，把思考问题的过程也变成一步一步迭代。不要问下一步之后怎么走，先把下一步走好，再根据经验判断之后的大致方向。不要试图在做一件事情之前了解所有细节，有个大致想法就去做，遇到问题再解决。这也能引出破坏式创新原则6，管理者也需要较深的技术背景，这样才能用最快的时间做出判断。那么往未来看，如果更多的技术走向成熟， Starship 可以如何改进呢？往过去看，一些本该成为破坏式创新的产品，是做错了什么才导致失败？下一期将会探讨这些问题。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